为啥我说哈要让外国老太太给你带孩子，你得自己先喝2两压压惊呢？咱今天唠唠啊。我上次不说我去加拿大探亲，大冬天零下20来度，俺家还发烧。我加拿大婆婆给孩子装小筐里头，在寒风之中晾外头物理降温去了吗？我当时以为我婆婆的做法是因为小时候也被这么冻过，冻出毛病来了呢。后来俺就上医院了，我当时像可云似的，求求你了医生，快来看看我的孩子。我可怜的孩子不但发高烧，还被他那个胡奶奶放到严寒中晾了1个来点。结果人医生说，What your mother-in-law did was probably a good idea。然后也没给开任何药，也没说要是打吊瓶啊还是打肌肉针啊，就让人回家继续晾。走时候人护士还加一句，必要的时候可以把衣服脱了。刚开始我以为就我婆婆这样式的呢，后来我发现这外国奶奶一个个都挺骁勇啊。我的好闺蜜就嫁给苏格兰小伙这个，他家俩大宝贝嘛。完我闺蜜她妈呢就孩子她姥就来苏格兰帮她带孩子来。完孩子她奶奶天天下午也来。完这2口都上班不搁家。这俩老太太呢，一个不会说英文，一个不会说中文，就互相沟通不了。这俩孩子呢，在家从来不穿袜子不穿鞋，就大冬天永远光脚满地跑。完这姥姥呢，天天就拎俩袜子就追着他俩套袜子，追上了套，套上了脱，老腰累出大罗锅，给这姥姥一天给累坏了。结果人家奶奶呢，从来没帮过一下忙，关键是人家压根儿就没看明白是咋回事。因为人家奶奶60岁了，大冬天的也是漏洞牛仔裤大凉拖，人完全不懂得就脚底凉是啥概念。但是咱知道啊，咱从小就听奶奶姥姥教诲，人间至寒脚底凉，世间最毒过堂风啊，那了不得。完我上他家去，孩子奶奶问我，就在你的家乡是不是流传着什么关于脚的奇怪的传说呀？你看孩子他姥啊，就关于就是拿布捂孩子脚这个事儿，已经达到了就是癫狂的程度。就孩子这个脚只要一露，他就浑身冒汗，都直突突。完我还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可别跟别人说啊。就他晚上吧，还自己天天烧热水烫他自己的脚，哎呀，给自己烫的龇牙咧嘴的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忍着剧痛把那个脚往冒烟水里怼呀，就烫的一激灵一激灵的，烫出来了放回去，放回去了还烫出来。你看我这脚上是有腰啊，是有瘦啊，是有难解的魔咒啊，咋这么蛆都蛆不干净呢？完有一次我跟他一家上就是郊外一个森林公园里边去玩，完溜达溜达就看见一个大湖。完我说的就是你苏格兰真干净啊，这湖水多清澈。孩子奶说的的确清澈呢，我儿子经常把我这俩大孙女扔到湖里去，他俩扑棱动了再上岸，上岸时候身上都不挂草。然后自己停顿了一下，冲他儿子 Actually， 今天为什么不呢？说时迟那时快，话音未落，只听啪啪2声，俩孩子全扔湖里头去了。虽然这水是很浅啊，但是快到圣诞节了，它冷啊，我赶紧给俺家孩子给搂住了，我怕扔顺手给俺家也扔进去，给他家孩子老气的就咱东北有句话叫气冒烟，气冒烟。我当时是第一次感觉到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，就是真气的就顺着铁连杆往出都冒烟了都，我都闻着烤根了的味儿了。结果孩子奶奶在这儿也不知道因为啥逗的嘎嘎的，我说你笑啥呢？孩子奶奶说的，你快瞅老二，冻得直嘚瑟。我还见过老两口在游泳池游累了来回扔孩子玩的，还有领孩子上公园让孩子不穿鞋满公园跑，完孩子踩马粪里头的。还有一次上动物园看一老太太搁那抱孩子看大驴，完鼓励孩子伸手去 say hi， 结果孩子小手让那大驴舌头给裹一圈，完我当时还欠没稳住，我说这驴也有危险性吧？结果人老太太说的，我从小长在农场，我们都是这么长大的，也都活过来了呀。我说完我心里寻思，那些没活过来的，现在如果想跟我说话，那也不叫说话呀，那不得叫托梦吗？你知道我为啥要这么祸害他不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前2天吧，我去中国超市买菜，左边是中超，右边是英国的普通超市。我先去的中超买我的珍贵食材，完之后呢，我要到对面的英国超市给俺家猫买点猫粮。俺家最近整小猫嘛，完我跟我老公搁这琢磨给起啥名呢？他起的又什么 Kiki 又 Sherry 的，我说你先别着急，观察他是啥性格，完起个跟他性格相符的。你比如说我吧，像我这样式的，咱说的专业一点，就像我这样的人设，你说我感觉我就比较适合叫张彩玲。你说我要给自己起个名叫范思哲、何建国、慕容云海、夏雨荷，你说你是不是叫的时候你感觉挺难受的？完我就发现俺家这猫有啥特点呢？就经常做那种无端惊恐状，一惊一乍的一整就我就发现他这个劲儿怎么这么熟悉呢？他这个劲儿像谁呢？后来我想起来了，所以我给俺家猫起名叫可云，俺家可云。完我就是上超市给俺家可云买猫粮去嘛，来可云。完我就发现就站我前边的人也是个中国人，他就回头瞅我一眼，
完撞上去之后马上回头又瞅，我就搁这寻思，你说他瞅啥呢？好看的皮囊家里没给垫，有趣的灵魂脸上看不见，那你说他搁这端详我啥呢？完突然间我就想起个事儿，就今天来买菜的我可不是几个月以前的我，人现在我是有粉丝有艺名，伦敦碴子张彩玲，别是让人家给认出来了吧？完我一寻思，这都寻思到这儿，我心里也砰砰跳呢，就是不知道咋表现了呢？是原地说梗呢？是硬装高冷呢？还是见机行事把自己捧一捧呢？我就跟我老公说，我说我跟你打赌，我碰着粉丝了，这就你媳妇儿，名言。我老公根本不信。你可拉倒吧，你自己是哪个部落的你不知道吗？就是如果现在咱要是在铁岭出去吃烧烤去，就是有人如果认出来你了，给你赠送一盘花生毛豆，我还算信。但就以你的咖位，你都够呛能混着个带签子的。我说就她，咱俩前面这位女士，这会儿回头瞅好眼了，你准备好吧，一会儿去找你给俺俩照相。我前面这女士呢又回头瞅我，她不光看我呢，看我身后，就瞅我身后，瞅瞅我，瞅我身后，瞅瞅我。我一看这也是个含蓄之人，我就直说了，我说看出来了，是我。结果这位女士压根没搭理茬，指一下地告我，你腐乳汁洒了，你腐乳汁洒了。我知道那玩意儿叫腐乳，但是在我的家乡，就是所有人都管它叫腐乳，我就感觉我非得说腐乳的话，就有点像忘本似的。我一回头哈，腐乳罐子碎一袋，血色浪漫躺一串，我身后一条全是我撒的腐乳汁，不知道的以为我拎个猪脑袋呢。我当时都想给你录下来了，但是保安示意我赶紧擦干净。这家给我大胖媳妇逗的，哈哈哈！我就说吧，哪有人看你呀？人情重，粉丝贵，无奈豆腐走 C 位，小网红大沉醉，偶像包袱撒稀碎。我当时没吱声，你不是笑话我没人看我吗？这事也好办，想让人爱上你，先让她爱上你的闺蜜；想让人看见你，先让她看见你的坐骑。我可以先把我的坐骑装点一下。哎，正好你们平时不老问我口红色号吗？今天给你看看，就是麦克子弹头的 Ruby Woo 还有 Russian Red。现在这些美妆在拼多多上都有100亿补贴活动，市场价170这子弹头现在只卖99，市场价208的安耐晒现在只要114。这次活动是在品牌成本价的基础上，拼多多官方再拿出100亿做补贴，所以这么便宜，都是正品保证，可以放心购买。点击下方小图标或者在拼多多搜索1006就能参与活动了。你们喜不喜欢我没事就这么霍霍的玩？反正我看这印度老板是挺喜欢的。哎呀，我这个大胖媳妇啊，乍一看是个憨憨的团团，实际上是个腹黑的欢欢，一肚子坏水呢，刚才给这马蹄也给算计了。我和我老公之间吧，有一个好像和大多数夫妻就不太一样的习惯，就是俺俩就不怎么掩饰自己就被异性吸引这个事儿，而且还经常交流心得。就在街上，要是看见一个惹火的容颜哈，就很怕对方看不着，直捅过，就赶紧给对方指着看。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那俺俩真是亲两口子，那就是很怕对方看不着。可他都不吃醋呢。这里边有很多原因，就是有一个重要原因肯定是我就心大，就没有什么危机感。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我在伦敦这个地方，我可以放肆的轻敌。我老公的审美呢就比较偏，他喜欢就小不点的。用他的话说呢，他就喜欢那种长得贼拉小的，然后可以夹到嘎叽窝底下就可以转一圈那种的。那我这种就是1.53米的身高，那我不就是嘎叽窝下小陀螺，裤腰带上小爆款吗？但是这种就袖珍型的，在英国就不是很好找嘛。就这边女的就型号呢，咋说呢？你想夹底下也行，就是有点费嘎叽窝，也容易给你撑大了，手撂不下。再有一个，就我老公的身高在这儿，不一定谁夹谁呢。所以我呢就没啥危机感，我不咋担心他为啥也不咋担心我呢？就是想被男人看得上，先被男人看得着嘛，对不？这边男的基本好像就看不着我，就我这个身高，我基本就是一个穿梭于英国男士腰间的这么一个屁兜吉祥物吧，就是。再一个，我这是敬业，就录抖音之前还洗个脸，化点小妆，捯饬。就平时日常生活中哈，咱这么说吧，就在英国东海岸，我张彩玲洗脸那是大事儿，一般人赶不上。平时我脸上的油哈，就可以上来拿匙蒯回去炒糖色。反正千言万语吧，就我老公知道他媳妇这二架子，就一般时候不吃那没用的醋。但最近呢，我好像说勤了，我最近吧就老夸这个马蹄也帅，为啥呢？就之前有一次不是俺俩不是battle意大利和中国饺子谁家好吃吗？然后我现场跟他battle，然后他不被我包的饺子就给香哭了吗？你说人不都这样吗？你说你看啥越看越顺眼，越看越爱看。16、17岁的模样，情敌莫名的肥胖，别人怀中的姑娘，自己手下的败将，对不？就自从马蹄也就成为我的手下败将，让我一顿饺子香哭了以后，我越看他越发可人了呢。然后有一次我夸他，咱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可能是我当时微醺了吧，就可能夸猛了。完我老公就问我，他帅吗？他哪好看呢？我说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他那胡子。结果我老公就开始憋坏水了。人马蹄也上回来，我老公就白活人家，
你知道不？就我媳妇录视频，就录带你的视频，好几万人点赞，就点赞人数都超过了你故乡小镇的常住人口。然后马蒂亚这受宠若惊的，完我老公告人家，但是很多观众反映哈，就是瞅你这个胡子显老，你想看看你刮了胡子啥样，要不然你冲粉吧，给这胡刮了得了。结果我从厨房出来，我看马蒂亚搁那刮胡子呢，用的是这款吉列引力盒，反正是比我老公之前的仨圈电动的剃得干净，5层刀片，剃得干净还快，好清洗好手洗。你看这小磁铁，用完啪嚓就立那儿了，不用担心没充电，不用担心不卫生。像俺俩这都老夫老妻的了，有个纪念日了、节日了啥的，送这礼物都不整那花里胡哨的东西，还是这种就实实在在的礼物就比较好。你们也可以整一个，送老公送男友，引力盒，吸的你俩腻成坨。你说可惜了了哈，我老公10多年不懂得吃一回醋，好不容易吃一回，耍个小心机，还耍跑偏了。你说我瞅这马蒂亚，我咋觉得有胡子的他虽有几分尚可的容颜，没胡子的他反倒徒增一缕潇洒的青天呢？